以外呢，我们上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工艺啊，比如我们这个短距离不上台啊，勾上这个以后呢，我们在切割过程中，如果相对比较短的距离的一个空移，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上台动作啊。然后勾上预穿孔以后我们会在切割的时候，切割之前先执行一次预穿孔动作穿完孔以后，我们再执行我们的切割过程。然后当我们加工一个带膜的不锈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勾上这个蒸发去膜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去膜的参数弄个图形。就比如说这个图形我用了一个蒸发去膜，然后实际上它会加工2次。第一次会以一个蒸发去膜的参数呢在这个按这个加工轨迹去走这里面也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去膜的一个切割速度上台高度喷嘴高度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默认的蒸发去膜过程是一个定高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再来看我们的 PLC我们默认的一个去膜切割它是一个定位到定高切割高度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希望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跟随的一个去膜切割，那我可能要修改一下这边的 PLC 过程修改成把这一步删掉然后我们添加一个跟随到我们的切割高度这个时候我们的去膜切割就可以是一个跟随的过程了。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里设了一个15毫米的一个高度的话这个高度去跟随是不准的我们的跟随有可能会不稳定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去膜高度比较高的话不推荐使用一个跟随的一个去膜还是使用定高的会比较合适一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2次冷却这个是我们会勾上以后呢，我们加工完以后会沿着加工轨迹再走一次，然后是会不出光，但是会有个吹气过程。然后这个多次加工呢，就是当我们这个工艺设了一个打标工艺以后，我们可以设成一个多次加工也就是可以多次打标打得更深刻一点。勾上这个不关气以后呢我们在加工这个涂层的空移过程中，我们就不会进行关气的一个操作如果勾上不加工这个涂层我们就不会加工了勾上不跟随我们也就不会跟随下去，就在高处出光吹气然后这个加工方式呢我们有3种，一个是标准，一个是定高切割还可以是一个板外跟随定高切割就是我们会跟随下去，然后后面的过程都是不跟随的我们只有第一点手点跟随下去以后，后面都不会跟随了。然后我们的板外跟随呢是适用于我们当时有可能我们是要从板外开始加工进来，然后后面还要再出板，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用到这种加工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局参数我们全局参数里面包含了一些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空移速度就是我们机床比如从这一点空移到那一点的一个空移速度，然后一个空移的加速度，比如是一个8000，然后这个空移的一个低通滤波频率我们的低通滤波频率呢实际上是对应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加速度的一个加速度就这个值越大我们的加速越快但是相应对机床的那个冲击会越大因此这个值不能设得太高，设置太高以后呢会有可能会损伤机械然后这个简便速度呢对应的是我们走边框的一个速度然后我们的加工加速度比如我设一个6000
用个5赫兹然后我们这边的曲线控制精度呢是对应我们一个加工的一个控制精度默认值是0.05就是5个4，这个值越小我们控制的精度会越高，但是整个会越慢，速度会越慢然后拐角控制精度呢，就是我们在过拐角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一个小圆角的过渡的这个圆角的大小就是这个控制精度决定的0.1也就是我们会有个10个4的一个圆角过渡过去，这值越小我们的拐角切的会精度会越高，但是整个速度会降下来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默认参数的一个设置，一个是我们点射进行点射的时候，我们有个脉冲频率和一个峰值功率都是在我们全局参数设置的然后我们的那个点射的那个占空比是在外面就这边设置的然后还有默认气压就是我们比如我在吹氧气的时候，我们用的气压默认气压就在这个默认参数里面设置然后这个开气延时呢，就是我们在每次吹气的时候会执行的这个开气延时这个值不推荐设成0否则会损伤这个保护镜然后这个手点开气延时是我们首次吹气的时候因为我们管道内可能没有充满了气体，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手点开气的一个延时。然后换气延时就是说，当我们有用到多种气体的时候，比如氧气氮气如果是我们氧气换成氮气的时候我们管道内可能是会有比较多的氮气所以这个时候要这个延时可能稍微要长一点确保我们这个氧气到时候吹出来不会因为被氮气给污染然后这个冷却点延时就是我们在冷却点时候停光吹气的一个延时建议可以设成1000毫秒。然后这个暂停后回退有一个距离的设置这个就是当我们在加工过程中点了暂停然后再点继续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在当前点继续有可能会切割效果不会特别理想。但是如果我们回退一段距离，然后再继续呢这个时候我基本可以确保整个加工整个工艺效果不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这边我们有一个跟随控制参数的一个设置第一个是一个直接跟随的最大高度这个我们默认参数是8毫米我们不推荐客户去修改这个参数，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设一个8毫米？就是我们认为当我们跟随到8毫米以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跟随高度是不准的，就是因为我们跟随的原理是一个电容控制嘛，就我们的喷嘴离我们的板面越远，其实这个电容感应是越弱的。因此当我们需要跟随到一个9毫米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设了一个是8毫米，我们是会先跟随到一个2毫米的位置，然后再向上空移7毫米这个时候呢这个9毫米是相对比较准的。但如果是比如说你是设了一个20毫米，如果我是直接跟随到20毫米的话，我就根据我的电容采样跟随到20毫米，这个位置往往都不是20毫米。但是如果是我跟随到2毫米，再上台18毫米这个位置基本是20毫米可以确保的然后这边有一个使用蛙跳式上台，就是我们在如果是没够蛙跳的时候呢我们切割完是要执行一个上台过程上台到上台高度以后呢，我们再会进行 XY 的空移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点耽误的。但是当我们勾上这个蛙跳上台以后呢我们 XY 的空移和 Z 轴的上台会同步进行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缩短我们空移的时间。然后这边还有2个选项，一个是空走时启用跟随，一个是加工时禁用跟随这2种一般都是在测试的时候去使用的。然后这个不跟随子定位这个功能呢主要是用在非金属切割的时候，就我们电容感应基本不起作用了，我们只用我们的 Z 轴作为一个定位不跟随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参数是短距离不上台的最大空翼长度，就是我们刚刚在公印里面有提到的，当我们勾选了一个短距离不上台以后，这个距离是多短就是这边决定的。就当我们整个空余小于10毫米的时候，我切割头就不上台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开启短距离的空移优化这个选项就是我们勾上以后呢，我们在特别短距离的空移的时候，我们这个低通滤波会比较大我们这种推荐我们直线电机的一个机床可以使用然后还有一个是启用这个渐进中变焦这个功能呢是我们使用变焦切割头的时候当我们那个穿孔不同级的一个穿孔的时候，那个焦点位置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渐进的时候就去改变这个焦点的位置然后在全局参数的左下方呢，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单位的选择，也可以切换我们的时间单位速度单位、加速度单位、气压单位然后在右边呢是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启用一个 NURBS 样条插补第二个呢是可以勾选以后，我们的所有报警都需要去手动清除不会自动复位。然后第三个自动分组预穿孔如果没勾的时候呢，当我们勾选预穿孔的时候，就会整板预穿孔。勾上以后呢我们会根据零件，就是当我们整板有很多零件的时候，会零件内先预穿孔完，然后切割这个零件，然后再去预穿孔其他的零件，然后再切其他的零件然后没勾选的时候，就是整板都一起预穿孔然后启用机床保护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加速度和低通滤波都隐藏掉然后这边这个割缝补偿的精度这个精度指的是我们在补偿的时候我们补偿的节点所选取的一个精度这个值越低我们选取的节点数会越多这个时候我们补偿的精度会越高但是相应造成的就是我们当特别大的图形进行补偿的时候我们的节点所占用的资源会比较多可能会造成一个卡顿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追求比较高的一个切割精度的时候我们这个参数可能设的小一点，但我们追求比较快速的一个响应速度的时候呢可能要把这个设大一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飞行切割的一个过切距离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飞行切割的时候有可能会比如割一些方的时候不会掉下来可能我们设一个过切距离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大概我们 CyberCut 的一个整个教程大概都介绍到这里。